一路上各个弟子纷纷行礼，无人敢上来问问韩光君牵的这位是什么情况。魏无羡脑袋本就有点不清楚，眼前一会儿是蓝二天赋异禀的鸟，一会儿是规矩行礼的弟子，抬头瞧瞧如今比自己高半个头的蓝忘机，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走在云深不知处的哪个犄角旮旯里。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二哥哥，你辈分好高啊，已经变成二叔叔了也。蓝忘机停下了脚步，被拽在后头的魏无羡一个不留神撞了上去，硬邦邦的腱子肉透过材料上等的衣物，撞得魏无羡鼻子梆痛。他啊呜一声，半蹲下身子捂住脸，然后觉得有另一双手在帮他揉鼻子。他抬眼一看，蓝忘机那张俊的天怒人怨的脸就在他面前，清晰的能数睫毛。魏无羡的脸瞬间不争气的红了。蓝忘机轻声问：痛吗？魏无羡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到底痛还是不痛。两人就这么鼻子贴着鼻子站了许久，魏无羡才大梦初醒一般跳开半步，回头发现蓝思追、蓝景怡两位小朋友正面带得体的微笑，在后头规矩的等着。蓝景怡咧着嘴说：二叔叔，二婶婶，咱绕够了吗？蓝思追一脚踩在蓝景怡脚趾上，蓝景怡惨叫倒地。蓝忘机面不改色地拉着一头雾水的魏无羡继续走了。结果走到韩氏门口，就听到蓝曦臣说金光瑶不是那样的人。蓝忘机、魏无羡交换一下眼神，两人带着俩娃，好不容易才从净室挪到韩氏，还没进门又转身往回走，带着一本正经的蓝思追和一瘸一拐的蓝景怡又绕回了净室。进房间关了门，魏无羡问道：泽无君知道我是谁吗？两个孩子乖乖地在外间看茶水，蓝忘机将魏无羡引到内室茶几旁。多日不回来，茶水自然是没有，但暗格里不知道为什么有几大坛的天子笑。蓝忘机给开了一坛，递给魏无羡。魏无羡一边疑惑一边喝，待一口闷了大半坛。蓝思追、蓝景怡刚好捧着冒着水汽的茶壶走进来，为两位添了茶。蓝忘机这才缓缓说道：你的身份是我们五人，江宗主、金小公子、思追、景怡，以及我猜出来的，没有他人知晓。魏无羡想了想，又问：如今战况如何？几人一直在野外跑路，消息实在不通。蓝景怡方才去领了战报，尚未看过，闻此一问，递给韩光君。蓝忘机边看边答：联军组建尚不足1月，决战却似迫在眉睫。2日前金氏与联军皆已集结部队，恐怕大战一触即发。魏无羡点头：大约是有射日之争做榜样，各家皆知战局拖不得，进展确实是快，只是不知部队集结在何处。岐山。魏无羡惊道：岐山？思索片刻，又问：之前你们似乎提过温宁他，然后便犹豫开不了口。毕竟温宁杀了蓝家不少修士，也不知蓝忘机到底是何态度。而蓝忘机平静异常，只道：温宁仍在，是将宗主找到的他。他被打了刺颅钉，原本是受控制来刺杀精灵的。金家骗了仙门10多年，如今这事已是天下皆知。魏无羡只觉得一颗心七上八下，精灵也好，温宁也罢，都是他极看重的人，当年不能两全，也不知今次又会如何。话题终于来到金光瑶，魏无羡思忖片刻，问道：泽无君说金光瑶不是那样的人，你怎么看？也许是兄弟情深，竟叫蓝曦臣也为私情所困。但话说回来，若金光瑶无真心交付，蓝曦臣又如何会交付真心？蓝忘机捧起茶杯饮了2口，考虑须臾方道：若说金光瑶野心勃勃，我信；但若说金光瑶想杀精灵，我也不信。这是蓝忘机10多年来看着金家尔虞我诈得出的答案。他向来不喜金光瑶，但也认为其对精灵护犊之情不似作假。魏无羡虽作古许久，不知其中细节，对金光瑶也不熟悉，但他本能地相信蓝忘机的判断。那郊外的刺杀死去的那位蓝氏弟子大概是内鬼，可真相似乎又不仅如此。蓝景怡抢道：他也不是这样的人，若是真想害我们，一路上又何必照顾？蓝思追赞同：就算他别有目的，但应该不至于想杀人。少年人之间的关系很直白，真诚不真诚一眼便知，魏无羡是十分笃信这个的。可除此之外再无线索，
他叹了口气道：当时不应杀了他。蓝忘机放下茶杯，不过眨眼之事，那件本欲取精灵性命，电光火石之间，我们都选择杀了可疑之人。这我们不仅是出手改变剑使路径的望线二人，还有放暗箭的那位。当时的角度和时机十分刁钻，若想保精灵，只能牺牲另一人。暗处之人应该十分了解姑苏蓝氏的行进习惯。世家车队并不会胡乱排序，即使只是运粮队，马匹之间亦讲究排兵布阵。魏无羡刚想分析车队布阵，可蓝忘机却握住了他的手，轻声说：魏婴，你不必掺和进来，你只需要保护好精灵。魏无羡一愣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又不自主地多管闲事了。明明复活初时心灰意冷，又看到山河破碎，百姓困苦，心里头不自觉怨对仙门，怨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修士，只想着不管世事，过自己的小日子。可是一朝碰到难解之事，又情不自禁想活络脑子。可他确实不能掺和进去。作为莫玄羽，他关系到精灵的下落，贸然出面，便有可能将精灵的存在公之于众。虽有蓝氏保护，但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谁知道对方会出什么下作手段？隐匿踪迹方为上策。而作为魏无羡近14年前的屠杀，至今祸乱仙门的阴虎符，广为流传的鬼道，化作传说的夷陵老祖。无论如今世人如何说着夷陵老祖的好处，如何为夷陵老祖申冤，如何希望夷陵老祖回来一呼百应，打败兰陵金氏，他都知道死去的魏无羡才是最好的魏无羡。魏无羡眨眨眼，却不由自主想到与蓝忘机和3个孩子们生活在村里的那段短暂的日子。他有些急迫地问：蓝湛，那你呢？蓝忘机笑了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眸中温柔尽显，琉璃色的眼睛晃得魏无羡一时争冲。他说：我是姑苏蓝氏的韩光俊，受家族庇护，丰衣足食，穿金戴银，是这不堪的仙门世界的受益者。若是蓝氏出战，我义不容辞。若是20年前，年少的蓝忘机会无比笃定地说，为了天下苍生，为了人间正义，为了大道永存，他义不容辞。但如今他已从二公子变成了二叔叔，见过生离死别，经历落魄绝望，看过村中佃户遮不住风雨的屋子，瞧过天下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，却仍食不果腹。他已知晓仙门所谓的正义，不过就是权力之争，百姓们不在乎，亦不关心。地主老爷们换了一批又一批，百姓们仍旧在地里劳作，为了永不满足的权贵，出卖自己的一生一世和子子孙孙的生生世世。他抱住魏无羡，温柔说道：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，我永远支持你。半月之后，联军与金氏皆开拔至不夜天，故地重游。20年前尸山血海犹在眼前，而今大战又一触即发。当年上过战场的，如今都已是家族顶梁柱；当年年幼或尚未出生的，则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可见世人记性果然差，人命堆起来的胜败，不过20年便都不记得当时是何等恐怖了。岐山地处西北，虽说灵气充裕，易于修行，可深秋初冬的季节，北风裹着寒意呼啸而下，管你是什么修为高深的一方大能，都逃不脱这侵入骨髓的冷。蓝忘机立于蓝曦臣半步之后，身后是蓝氏阵营，无论本家分家，内门外门几乎来了大半。原本蓝曦臣还顾念着与金光瑶兄弟情深，不愿代表姑苏蓝氏入联军，可是随着云梦江宗主陨落，以及金光瑶累累罪状一宗一宗披露，他已不可再退了。而金光瑶立于山巅，就在他曾经刺杀温若寒的位置，不夜天雾气浓重，面对面站着，看不清曾经亲密兄弟的脸。无人知道为何要选在这阴森恐怖的不夜天开战，可大家就这样来到了这里。号角吹响之前，蓝忘机摸了摸胸膛，临行前魏无羡亲手缝了个平安符给他，这些天来时时刻刻暖着他的胸口。成片望不到头的庄稼，随意打理却收获颇丰的药铺，田间玩耍的垂髫小儿，那自力更生却自由自在的1个月。一切结束之后，如果决战打响了。魏无羡呆坐在草地上，第100次数着眼前的龙胆花。蓝氏大军开拔已有半个月，
在临行前那晚，蓝忘机拉着他坐在这小屋前，与他说了许多故事。他曾以为姑苏蓝是古板无聊，却不想蓝忘机的父亲是那样深情之人。